目前这部台北的 R129 300SL 大哥已经把变压盘回装，然后引擎发动了。但是我们看到，这3个表，最右边的是这个怠速马达，这个怠速马达的这个表它没有在工作，电压是0。中间的呢是我们的油量感知器换新了，它也没有做动。所以它的电压也是0。那最左边的那个是我们插压阀的电流量，目前也是0，代表说这部车子目前怠速马达没有工作。那它的插压阀也没有在工作，也就是说它冷车加浓的功能跟减速断油功能都没有在工作的。那这部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它在停车之后呢，它的电流耗电量太大，将近有在1.5安培左右，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我们开小灯的这个状态，所以它电池马上就没电了。目前因为它是没有在怠速马达没有在工作，所以我们看它转速表目前大概在750、800那大哥把冷气打开，它电压表就会转速表就会降下来了大哥把冷气打开，我们看到那个转速已经掉到500以下了，而且车子开始抖动那就是因为它怠速马达没有在工作没有提速，大哥把冷气关掉，它转速就上来了，关掉了，它转速又上来了。大哥发现有个问题，目前我们看到它这个流量计右下角这个数值大概在1.4、1.6在那边跳动，因为它的代表
我们这个回流量啊，从这里的回流量，它回流量太小了啊，而且加上我们看到这个下游式的压力啊，上游式大概在6.6，下游式的话也应该在6公斤左右。那刚开始数值正确，那目前这个下游式压力越降越低，代表说它分油盘又堵塞了，就二次污染了。那它已经把油道又堵住了。那堵住的话，从这个流量在不足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油箱是很有油泥跟杂质，可能铁锈，那造成它出油量不足。那出油量不足，那它里面的杂质跟胶质已经把喷油盘又堵塞了。这颗台北来的白色 R129的6缸喷油盘，编号65559，大哥又拆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测试，看它污染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大哥打开电源。好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看 ，OK， 好，时间到。我们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，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1缸、第2缸110，第3缸130，第4缸115，第5缸只剩70。大哥就必须再把这个分油盘再做重新的整修。整修之后呢，回装到车上，就必须在分油盘的进油之前先加挂一个汽油滤芯，再想办法把这颗编号65559的 R129 6缸分油盘2次污染之后，大哥又整修好了。时间到，关闭定时器，关闭电源。画面上由右到左，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缸。第1缸、第2缸180，第3缸、第4缸、第5缸100。大哥已经把台北来的这部 R129 300 SL 已经整修完成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3个表已经在做动了。最左边的是插压阀的控制变压，中间呢是流量感知器换新它的那个调整电压，然后最右边那个是怠速马达的供电电压。这部车呢，我们整修的部分第一个分油盘已经整修过了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看到它被2次污染，所以大哥呢就加装了一个滤芯在进油的这个位置，加装一个滤芯，避免再2次污染。因为大哥已经拆了2次了，那这个分油盘我们看得非常干净，跟原来已经都不一样了，整修非常干净。流量感知器已经换新了插压阀重新调整过了。那怠速马达目前在工作当中。那喷油嘴呢，也全部都是换新的因为这喷油嘴细牙的相当贵。一支2、3千块钱全部都换新的。那原来这部车来的时候，它的喷油嘴是在另外一家保养厂换新的，但是来的时候也是冒大量的黑烟，其实是因为分油盘已经堵塞了供应量不足了，造成了整个分油盘的流量不正确，使得大量黑烟。那当然大哥也必须把这个分油盘把这喷油嘴全部拆下来，再重新检查。结果发现呢，原来的保养厂所装的那个喷油嘴，它的密封的胶套，它都已经装坏了，
和密封胶它有6个换了5个，这个希望以后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那个施工人员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确实，否则的话是白装了，因为会漏真空。那再来我们看，这高压线大概都检查过了，高压线都非常 OK。那分电盘大哥也拆下来整修，大概还有50%的使用寿命，大概应该5万公里应该没问题了。所以呢，目前分电盘大哥已经接顶有整修过了，那喷油嘴都全部都换新了，因为它来的喷油嘴型号正确，但是也都已经焦黑碳化太严重了所以大哥把它换掉了。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流量是大哥一直没办法解决的。目前流量我们看到那个小数点，右下角这个还在1.4、1.6，代表它的油箱的出油量不足。因为它这个美规是2个汽油泵浦，所以绝对不可能造成汽油压力不够的。那会造成流量不足呢？在低于2.0。如果以美规的大哥的经验都应该会到2.5，1分钟回流2.5公升，目前是1.6那这油箱的问题，大哥目前没办法解决。那因为它也杂质堵塞，所以大哥只好先挂个汽油的滤芯，以防不测。那目前呢，油压值也都在正常范围我觉得怠速相当稳定。我们来测试它的怠速的稳定性。对，它的缸压稍微偏高，但是都在12公斤左右容许范围。我们来看它的怠速稳定性。大哥放个打火机，它几乎是不动的。所以大概这个怠速的稳定性是相当好的。那我们来看它这个废气含氧量，目前大哥是从后面接过来的。来看看它原来老的时候，原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它这个排气管是严重的乌黑积碳，然后连上面这边都被污染了。那现在这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而且已经没有臭味了。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含氧量排气管的含氧量，左上角是1.9、1.8这部车子是92年的，它的废气标准是要在吸油值要在2.5%以内目前以吸油值1.7的话，换算成我们验车的时候，它应该在1%以下所以这个验车就是算超低标了这吸油值，它这个废气含氧量1.6，这个是因为这部车子有触媒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。这个验车一定在吸油值在1%以下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加油看看。加油相当顺畅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减速断油的功能大哥在退油门的时候，它减速这个油量表会往右跑。再一次，待会它减速断油的功能也都正常，完全都正常。不过这部车子我们大哥看到，我已经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油了，大哥已经加了2个25公升，已经加了50公升的油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左边的这个油量表几乎还在0的位置，代表它的油箱浮筒已经挂掉了，已经被油泥胶质堵住了。刚刚大哥有试车之后，叫你说油浮筒摇晃之后，应该有的会正确的。现在应该至少在3/4以上到3/4以上的油量，但是目前油量浮筒要更换。它这个转速表大概感觉不正确，这个
它的转速目前应该在700到750，但是实际上它标示值是只有550，这是不正确的啊。那我们大哥开冷气。它开冷气之后，转速表几乎连动都不动，代表说怠速马达因为有在工作。大哥把冷气关掉。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转速表几乎标示值在550虽然是不正确的，但是几乎连动都不动。好，大哥开冷气。转速表也没有动，代表说它的怠速控制是 OK 的。大哥来试着加油。它这个 M104的引擎，它标示马力是226匹，跟 M103 12V 的排气量都是2960，但是马力只有185匹。事实上，大哥的感觉上试车下来，它马力是差很大的，的确跟标示值是有差别的的确是就如同标示值一样，差了将近快40匹。同样的排气量并没有挂 turbo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马力差别？那就蛮让人觉得好奇转速相当顺畅，而且爬升很快。大哥关掉电门，打开，重新启动，这一点就着了。而且它现在的废气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。那大哥目前的报告就到此结束。